第125章击杀。随着背后的轻声响起，一股凶猛的劲气骤然出现在贺蒙背后。感受到这股劲气的强横，贺蒙脸庞一变，脚掌一蹬地，嘴中发出一声怒喝，赤裸的后背苍白的颜色急速弥漫。八级崩！心头的冷喝声让得萧炎拳头骤然一绷，平滑的袖子被猛烈的劲气震得哗哗作响，拳头一缩，然后猛地探出，短短的距离，拳头上所携带的凶悍力量却是传出了一股尖锐的破风声响。身后响起的尖锐破风声让得贺蒙的脸色一片骇然，这看似单薄的家伙竟然能够将纯粹的肉体锻炼到这种地步。当，清脆的声音在帐篷之内缓缓地回荡着，经久不息的声音极为的刺耳。萧炎面无表情，右拳重重地砸在贺蒙的后背心处，从脚掌处泄露而出的一丝强猛劲气直接将立脚的地面炸出了一个半尺的深坑。咔嚓，轻轻的一响，伴随着一丝丝裂缝逐渐的在贺蒙背间蔓延开来。不过只是瞬间，便是被贺蒙体内极勇的斗气给压制了下来。我说过，凭你的实力破不了我的防御。缓缓的回转过头，贺蒙森然笑道：那可不一定。淡淡的笑了笑，萧炎却是收回了贴着贺蒙背间的手掌，嘴角微掀，轻声道：爆！砰！沉闷的声响从贺蒙体内骤然传出，其脸庞上的笑意也是迅速凝固，取而代之的是骇然的惊恐。噗！一口鲜血夹杂着破碎的内脏从贺蒙嘴中狂喷而出，他那坚硬的身体也是全身软绵绵地瘫了下去。望着那迅速失去生机的尸体，萧炎淡漠地擦了擦手，然后转身缓缓离开。清晨的阳光从天际洒落，透过树枝的遮掩，稀疏地照在下方那安静的营地之中。寂静的营地内，一些昏迷在地的佣兵忽然迷茫地睁开了双眼，缓缓地坐起身子，互相彼此相望着。半晌之后，从睡眠中清醒过来的佣兵们心头猛地一激灵，迅速地爬起身来，望了望寂静的营地，然后握紧武器，对着营地中间的帐篷快速行去。三团长！站在帐篷之外，一名佣兵高声喊了一句，却并未有丝毫的回应。再次静等了片刻，所有佣兵心头泛起了一股不安。一名佣兵抢先一步，手中大刀一把将帐篷的布帘砍断，布帘缓缓飘落，其内的景象终于是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中。帐篷内部，贺蒙瘫倒在地，双目巨睁，脸庞之上还残留着一抹凝固的惊恐。地面之上，一滩已经粘稠的鲜血不断地刺激着众人那已经被震撼的接近极限的心脏。三团长被杀了！满脸震惊地望着帐篷内部的惨剧，众多佣兵都是脸色惨白地软了下来。狼头佣兵团的三团长贺蒙被人杀了，听说下手的人正是被他们悬赏的那位少年。嘿嘿，内部消息，那位叫做萧炎的少年已经杀了接近20名的狼头团员了。啧啧，狼头佣兵团这次脸可真要丢光了，被一个不足20的少年搞得这般狼狈。哈哈，看木蛇那家伙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嚣张。不知道从哪个角落跑出来的风声，只是短短一下午，整个青山小镇几乎人人都知道了狼头佣兵团三当家被萧炎斩杀的事情。一时间，无数道戏谑与看热闹的目光都是开始汇聚向沉默中的狼头佣兵团。幽静的小房间之中，听着门外侍女的情报，屋内正在小心翼翼地配置着药粉的白衣女子玉手微微一颤，小瓶中药粉的配置顿时宣告失败。轻轻地摇了摇头，白衣女子将小瓶小心放下，明眸流转，俏美的脸颊上浮现一抹淡淡的笑容，低声道：萧炎那家伙竟然还真的采取报复了。玉手里顺着白裙，小医仙优雅地在椅上坐下，然后从怀中贴身衣物内取出一卷七彩的卷轴，温柔地抚摸了一下，嘴角微翘。能够击杀贺蒙，那也就是说萧炎现在至少也在8星斗者左右了吧。真是恐怖的修炼速度，这才几个月不见呢。小姐，姚先生想要见您。门外忽然传来侍女柔柔的声音。听着这通报，小医仙黛眉微蹙，这姚先生便是万药斋的主持人，最近几日
自从被狼头佣兵团传出一些风声后，这家伙便是经常来找自己，其目的自然不言而喻。让他进来吧。将七彩卷轴贴身收好，小医仙无奈地叹息了一声。不管如何说，自己现在也算是寄人篱下，对于他这位主人，这些面子自然是不能不给。呵呵，小医仙小姐最近还好吧？就在侍女传话后不久，一名身着名贵长袍的男子便是笑眯眯地走进房间，对着小医仙含笑道。抬了抬美眸，望着面前这位中年男子，小医仙微微点了点头，站起身子，转身弯腰在旁边的桌上斟了2杯茶水。坐在椅上，姚先生望着那身姿弯成美妙弧度的小医仙，最后目光紧紧地盯着后者那窈窕纤细的柳腰，眼瞳之中闪过一抹莫名的光芒。在小医仙转身的刹那，姚先生非常适合地收回了不规矩的目光，端着茶杯将之轻放在桌上。小医仙红唇微起，轻声道：姚先生找我可是有事？呵呵，笑了笑，姚先生双手捧着茶杯，那上面似乎还残留着美人玉手所带来的余温，手掌不着痕迹地搓了搓茶杯，抿了一口，笑道：想必你也听说过那名叫做萧炎的消息了吧？小医仙俏脸平静，脸色并未因此而有什么异样变化。你在进入山洞寻宝的时候，他也跟在一起吧？目光微微闪烁，姚先生忽然笑道：姚先生，我想你或许搞错了。摇了摇头，小医仙淡淡的笑道：我与萧炎的确在一起过，不过当时是因为我在采药，差点失脚落入悬崖，他侥幸帮了我一把而已。至于那什么山洞寻宝，抱歉，我们还真未见到什么宝藏。不过我倒是听说，在护送我们回来的时候，狼头佣兵团忽然离队，似乎是寻找到了什么。如果姚先生对那什么宝藏感兴趣的话，倒不妨拉着另外2大佣兵团的团长一起去狼头佣兵团中看看他们运回来的那东西。小医仙微笑道。闻言，姚先生脸色微变，旋即笑道：只是随便问问而已。哼，既然你与萧炎认识，那如果日后再看见他的话，可以让他来我们万药斋。虽然狼头佣兵团势力很强，可我万药斋也并不惧他们。若有机会，我会帮忙转达。不过我与他也只是萍水相逢而已，姚先生也不要放太大的期望。小医仙随意的道。呵呵，好，那便先不打扰你了，我出去办点事。笑着点了点头，姚先生再次与小医仙聊了一阵，然后便是起身告辞而去。望着那缓缓关上的房门，小医仙瞟了一眼先前他所喝过的茶杯，轻声自语道：看来他还是没打消念头啊。哎，希望你别干那些让我失望的事吧。虽然我实力不强，不过你真当我泡的茶能乱喝吗？玉聪只轻轻地点了点碧绿的茶水，脑海中闪过那黑山少年。小医仙红唇微翘：你可是第一个与我共过患难的男人哦，可别再在这小小的青山镇了。气氛阴沉的大厅中央，一具没有气息的尸体摆在其中，看尸体的面目，正是那死在萧炎手中的3当家贺蒙。望着贺蒙的尸体，大厅中所有人都是保持着沉默，不敢发出丝毫的声音，因为他们已经能够察觉到在大厅首位上的男人身体中散发出来的阴冷杀意。我要把那小杂种碎尸万段。双眼血红的盯着贺蒙的尸体，木蛇牙齿咬得咯吱作响，森然的声音中压抑着狂暴的怒气。望着身旁的冰冷尸体，目力微眯的眼瞳中掠过一抹难以言明的震惊与骇然。那几个月前被自己撵得满大山逃窜的小子，竟然便已经成长到了这种地步。作为佣兵团中第3强者，贺蒙的实力目力心中再清楚不过。然而这位即使是自己也忌惮不已的强者，竟然便是被那不过20的少年给灭了。这种有些梦幻般的现实，让得目力心头泛起了一股对那少年的恐惧与更加狂暴的杀意。这种敌人，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将他置之于死地。缓缓地抬起头，与守卫上的木蛇对视了一眼，性子相同的父子俩眼中都是杀意暴涨。萧炎能够击杀贺蒙，说明他的实力应该也在8星左右，而且贺蒙拥有黄阶高级的岩石属性功法，再加上他所精通的2种黄阶高级斗技，这即使是放在同级之中，也能算是靠前的实力。不过他却依然被萧炎所杀，
看来那家伙定然拥有比贺蒙还高级的功法以及斗技。木蛇声音中透着丝丝阴冷。从明天开始，所有实力在5星斗者之上的团员全部摘去狼头团徽，然后扮装成自由佣兵，5人一组进入魔兽山脉。若是有人发现萧炎的踪迹，则用竹哨联系。木蛇脸庞冷厉地下着命令。是。下方众人齐声应是。我就不信那小混蛋能逃得出我的手心。手掌缓缓紧握，木蛇冷笑道：小杂种，你猖狂的日子到头了。